在宋朝时期，我来也这个名字从北方到南方传遍了整个中国。他的行踪神秘，经常神出鬼没，且突袭案件非常有计划性。然而我来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盗匪，他的武术功夫高超，能够轻易的进出重重防御的地方，让捕快们束手无策。而且他的智慧也非常卓越，总能够想出最不可能的计划来逃脱官方的追捕。为了缉拿这位飞贼，官方曾经派出大量的捕快和间谍，甚至布下了重兵防御。然而我来也总是能够轻松的避开这些防御，让人束手无策。在多的诱捕和缉捕中，我来也始终保持着神秘的面貌，让人难以找到他的破绽。即使是在一次突击中，虽逮捕了他，但他还是成功的逃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开始之前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。各位异界搜查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项鉴定师艾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传奇故事，一个关于宋朝时期最神秘的飞贼我来也的故事。在一次逃狱事件中，我来也展现了他的侠盗风格，逃脱了监狱，并且成功的劫富济贫。这个行为让他的名声更加传遍全国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位飞贼的神秘行踪吧。在古老的宋朝笔记中，有关于一个飞贼的传说。此贼神出鬼没，如鬼魅一般忽现忽隐，总是让人捉摸不定。他的故事跌宕起伏，看起来十分真实，不像是文人们编造的虚构。其中只要看到我来也这3个字，就能感受到他那独特的神气。他来去如风，突如其来，绝无留痕。在临安城中，我来也这个名号竟然维持了2年之久。他专门找豪门富户的麻烦，对穷苦百姓却不时伸出援手，因此当时的富人对他恨之入骨，而穷人却对他满怀感激。就这样，我来也的名声越传越大，城中居民都在私下讨论他的事情。他们不说衙门官员去抓贼，而是说去抓我来也。有一天，捕快们在郊外终于抓到了一个夜行人，当下便立即报告临安府尹，声称这个人就是我来也。可是那个夜行人嘴巴硬得跟石头一样，硬是不承认，因为当时他身上并没有任何可证明他是贼的物品，而且我来也从未在大庭广众下曝光过真实的面貌，所以他的罪名暂时无法定案。这个夜行人在狱中表现得很乖巧，过了3天之后，他在深夜里私底下告诉狱卒，承认他是个贼，但坚称自己不是我来也。随即他又拿出重金来收买狱卒，说道，只要你好好的照顾我，我愿意送你一笔万贯家财。狱卒心里头想着，万贯家财啊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，就算我做上3辈子的狱卒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于是他就答应了，但问道，你要我怎么样才算是好好相待？夜行人笑着说，在西湖宝书塔的某个角落，藏着200两白银，你先去取走自用，回来我们再谈其他事情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那狱卒照着指示前往，果然找到了那200两白银。他心情大好，趁着夜深人静时，私下准备好酒好肉，邀请那嫌疑犯来共进晚餐。大家开心的喝酒、吃肉、聊天笑语，简直像是老朋友一样。后来那人又告诉狱卒说，在世纪桥下的左边堤岸，有一丛野草，剥开后会发现1瓮白银，数量超过1000两。明晚深夜，你和你的妻子可以私下把银子挖出来，拿回家，我不需要这么多的银子，就送给你们夫妇俩吧。那人的话没有虚假，狱卒在2天间就获得了这笔意外的巨款，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。从此，狱卒和那人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，每次晚上私下见面，他们都可以畅所欲言。有一天深夜，那夜盗又找来狱卒，说有要事要离开狱房一下，去找一个大官员求情。他保证只要几天就能回来，还愿意送狱卒2000两黄金当酬谢，让他可以辞掉这份苦差。狱卒因为家里已经有那么多钱了，就算有了麻烦也不怕了，于是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这个夜行人真是个翻墙高手啊，他轻轻一跳，就跃上了坚强高达3丈多的墙头。狱卒吓得心惊肉跳，只好默默祈祷他能平安回来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是今天了还没见他回来，狱卒差点就要跑出去找他了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听到墙外传来轻微的落叶声，眼前一闪，那贼人已经出现了。狱卒高兴极了，立刻上前轻拍他的肩膀，将他重新关回了监牢里。就在那个犯夜行罪的嫌疑犯被押进监牢后，又过了3天的中午，猎人突然传来消息说他已经被释放了。原来前天深夜，城中的2个富户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偷了。
两家都在墙上发现了写有我来也3个大字的字迹，这说明狱中的嫌疑犯不可能是罪魁祸首啊。话说，这事传开后，狱卒才顿悟那夜行人才是我来也的曾孙，两家妇人被抢案，全是他在逃出监狱时干下的好手，这不禁让他暗自敬佩。这天晚上，狱卒趁机回家看看家人，妻子开心地迎接他回家，接着悄悄地告诉他，前天深夜4更10分，一个不速之客送来了2个布袋，里头全是黄金、白银、宝石等等。那人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是放下布袋就离开了，真是吓了我一跳。过了些日子，狱卒的家里与以前完全不同，出门坐马车，穿名牌服饰，豪华奢侈到让人目瞪口呆。他的朋友们都问他，怎么成了富翁了？狱卒总是神秘地笑着说，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而已。众人都觉得他是口出狂言，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成为了一个传奇。就这样，我来也这个神秘的夜行人，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对于我来也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。另外，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，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、奇异事件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。最后，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。祝福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，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，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